欢迎来到月下传说馆，我是你的讲述人。在这里，我们将一起探索那些神秘的都市传说。今晚的故事，准备好了吗？你有没有在深夜光顾便利店，却感觉那里与平常有些微妙的不同？货架上摆着你从未见过的商品，店员的笑容让人毛骨悚然。而当你回家后，发现购物袋里的东西根本不存在。这是关于一个神秘便利店的传说，它只会在深夜出现在那些特别疲惫、迷失或心情低落的人面前。传闻进入这家店的人，无论买了什么，最终都要付出代价。这则都市传说起源于一座灯火通明的城市，那里的人们终日忙碌，昼夜无休。有人说，这家便利店的出现是为了安抚那些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人，但也有人认为它是来自异世界的陷阱，专门捕捉灵魂。便利店的具体位置从未固定，有时它会出现在僻静的街角，有时则是灯光昏暗的后巷。传闻只有在午夜12点至凌晨4点之间才能找到它，而在清晨时分，它会消失得无影无踪。阿杰是个普通的白领，每天加班到深夜。有一天，他加班到凌晨1点，疲惫得不行回家时，意外发现街角多了一家便利店。他之前从未见过那家店，但灯光温暖，仿佛在邀请他进去歇歇脚。店里陈设普通，货架上摆满了零食和饮料，但阿杰注意到这些商品的包装都没有品牌名，价格标签上只有奇怪的符号。他挑了几样看起来不错的食物结账，店员是个面无表情的中年男人，用低沉的声音报出价格。奇怪的是，阿杰用手机支付后，连收据都没打印。回到家后，阿杰想试试他买的东西，却发现那些商品的味道非常古怪。他买的瓶装水喝起来像铁锈，零食尝起来像泥土。更诡异的是，当他第二天早上查看购物袋时，发现里面空无一物，连包装袋都不见了。阿杰再回到那个街角，发现那里只是一片废弃的空地，根本没有便利店的影子。从那以后，他的身体渐渐出现问题，失眠、乏力，甚至偶尔会听到耳边传来便利店店员低沉的笑声。小文刚和男友分手，那天晚上，她独自走在无人的街道上，心情低落。她走着走着，发现前方的路灯下亮着一个便利店的招牌，里面灯火通明，看起来很温馨。小文走进店里，发现货架上的商品看起来非常熟悉，却又说不上来具体是什么。她挑选了一些小零食和一只漂亮的陶瓷杯子。店员是一位慈祥的老太太，微笑着对她说：“希望这些东西能让你开心些。”但小文回到家后，却发现陶瓷杯子的杯壁上隐约浮现出一张扭曲的脸，那脸和便利店的老太太一模一样。她丢掉了杯子，但从那以后，每次她深夜独处时，都能听到有人在耳边轻声说：“你还满意我的礼物吗？”一群喜欢冒险的年轻人听说了这个传说，决定去寻找这家便利店。他们按照传闻选择了一个偏僻的巷道，在午夜时分分头寻找。果然，其中一个人看到了便利店，他拿出手机想拍下店的样子，却发现手机无法对准画面，屏幕上只有一片黑暗。这群人决定一起进入店里，但其中一人被店员警告，一次只能进一个人。最终，只有一个人进去，其余人在外等候。
然而，那人进去后再也没有出来。剩下的人等待到天亮，发现便利店不见了，而他们的朋友也从此失踪。关于异世界便利店的传闻众说纷纭，一种说法认为这是对疲惫灵魂的一种考验。如果你能在购买商品后保持理智并拒绝使用它们，你或许能逃过一劫。而如果你对便利店的商品产生依赖，便会逐渐被它控制，最终变成下一位店员。另一种更离奇的说法提到，这家便利店是另一个世界的入口，每一件商品都是那个世界的标记，一旦你接触到它，你的灵魂便与异世界产生了连接。而店员们其实都是那些曾经迷失在店里的人，他们的身体留在现实，而灵魂却被困在便利店中，永远无法离开。还有人认为，这家便利店本身是某种未知力量的化身，专门现身于人们情绪低落、孤立无援的时候，诱导他们进入更深的绝望。如果你在深夜遇到一家从未见过的便利店，你会走进去吗？它可能会带给你一时的安慰，但谁也无法保证是否会因此付出更大的代价。毕竟，你买的东西可能根本不存在。今天的传说就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这些故事，别忘了点赞订阅，下次再见，月下继续相伴。